估計董王在國會又得開始噴燈子了。如果當初他不給烏克蘭那麼多援助，那些錢呀就能省下來跟伊朗對轟。你看，都是燈子的鍋，董王又贏了。伊朗轻取林肯號航母，鷹將航母遮羞布徹底被撕碎，可惜沒用它。鷹將撤屋抽身，只因家底見底了，難敵。據說這是一枚伊朗刷出的1噸級的導彈，攜帶着集束彈。有人說這是伊朗的王牌法塔赫導彈，威力可見一斑。同志們，本期視頻直接戳破鷹將軍事霸權的最後一層窗戶紙。看完你會徹底明白，所謂的鷹將海陸空無敵神話早已是紙糊的假象。阿曼灣海域，伊朗無人機340公里外精準鎖定美軍林肯號核動力航母，一擊命中，逼得這10萬噸巨艦連夜狂奔1000公里，倉皇後撤。更炸裂的是，伊朗全程都沒動用王牌殺器法塔赫高超音速導彈。想想上回胡塞武裝猛攻美軍航母的情形，區區地方武裝都能逼得美軍杜魯號航母緊急避險，艦載機墜海。如今伊朗正規軍出手，鷹將連還手的底氣兒都沒了。這不是偶然勝績，是鷹將霸權徹底崩塌的信號。難怪鷹將急着拋棄烏克蘭，火速抽身，不是大發善心呀，是自家家底兒薄如紙。也只有自己知道，這波中東戰爭不是更加正式了，連伊朗都搞不定。當初要再耗在烏克蘭，真是要底褲都給輸光。先來印河复盘，当地时间3月5号至6号，伊朗真实承诺4軍事行動重拳出擊，2輪打擊直戳美軍要害。5號凌晨，伊朗革命衛隊無人機突襲林肯號航母，精準命中艦體。6號晚，岸基反艦導彈補刀，同步摧毀阿聯酋、約旦美軍薩德反導雷達、卡塔爾 FPS-132核心雷達，美軍中東防空網直接癱瘓。鷹將依舊嘴硬，堅稱航母毫髮無傷，艦載機正常起降，後撤只是戰術調整。但軍事常識不會說謊，10萬噸核動力航母若是真的固若金湯，何必拼盡全力的撤離至伊朗的打擊範圍之外呢？再回看胡塞武装的戰績，紅海海域，胡塞多次用無人機、導彈圍攻美軍杜魯門號、艾森豪威爾號航母，逼得航母急轉彎避險，甚至造成 FA-18E 艦載機連帶牽引車一起墜海，美軍顏面盡失。連胡塞都能輕鬆拿捏美軍航母，伊朗祭出更完善的作戰體系，鷹將的慌亂他還能藏得住嗎？接下來聚焦3大核心，其一，伊朗都沒用到法塔赫，為何能輕鬆拿捏林肯號？其二，這場打擊如何徹底擊碎鷹將的海陸空霸權神話？其三，鷹將急着撤離烏克蘭，真的只是因為搞不定伊朗嗎？問題一未用法塔赫，伊朗憑什麼擊中林肯號？對比胡塞高下立判，很多觀眾疑惑伊朗壓箱底的法塔赫高超音速導彈15馬赫極速，末端機動變軌，薩德愛國者根本就不可能攔住，為何這次藏着不用？答案很簡單，體系制勝遠勝單一殺器。孫子兵法所言，善戰者治人而不治於人，不用王牌也能穩操勝券，既達成戰略目標，又留後手足以威懾。先明晰法塔赫的威懾力射程1400公里，精度誤差小於30米，1500公斤重型彈頭，堪稱航母殺手，是伊朗的定海神針。但此次伊朗走的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非對稱路線，搭配電子壓制形成閉環打擊，這一點比胡塞武裝的單打獨鬥高明數倍。而且伊朗這波對美以的導彈掃地，讓他的防空導彈已經用的差不多了，接下來再用大國重器，那樣的命中率豈不是萬無一失了？回看胡塞武裝打擊美軍航母，多是無人機、導彈集群衝鋒，靠數量破防，雖能逼退航母，制造混亂，但缺乏體系支撐，難以造成致命打擊。2025年4月，胡塞襲擊杜魯門號，航母緊急制動，致艦載機墜海，可美軍依舊能維持編隊作戰。而伊朗此次先啟動電子戰，精準切斷美軍雷達通信，讓宙斯盾防空系統淪為瞎子，再派無人機低空突防，避開防空盲區完成命中，最後岸基導彈補刀擴大戰果，環環相扣，招招致命。司馬法有言，國雖大，好戰必亡，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
伊朗深諳此道，不盲目动用王牌，用最小代價换取最大戰略收益，既展現了軍事實力，又避免衝突升級，拿捏戰場的主動權。反觀美軍，當初面對胡塞的游擊式打擊都忙得手忙腳亂，面對伊朗的體系化打擊更是毫無招架之力。所謂的航母防禦網早已漏洞百出。核心關鍵伊朗的勝利是自主軍工體系的勝利，是戰術謀略的勝利；胡塞的勝利是非對稱作戰的勇氣勝利。二者疊加徹底暴露美軍航母的脆弱性，鹰將海上霸權的根基早已搖搖欲墜，更加證實了航母坐標的重要性。否則它一旦被發現，這航母在海上就是個活靶子。問題二，連番遭挫，鷹將海陸空神話徹底擊碎，霸權底氣蕩然無存。長久以來，鷹將打造的三大軍事神話，航母是海上無敵霸主，防空系統堅不可摧的壁壘，全球投送是隨心所欲的強權。但從胡塞武裝到伊朗，接连2記重拳，直接把這些神話砸了個稀巴爛。魏遼子所言，戰不必勝，不可以言戰；攻不必拔，不可以言攻，正是美軍當下的真實寫照。首先航母神話徹底破產，從胡塞逼退杜魯門號、艾森豪威爾號，到伊朗擊傷林肯號，逼其千里潰逃，美軍核動力航母不可觸碰的傳說。過去幾十年，鷹將航母橫行四海，是全球霸權的移動象徵。如今呢，卻淪為中東武裝的活靶子，前沿部署的優勢蕩然無存，只能躲在射程外苟延殘喘。其次防空神話全面崩塌，鷹將吹噓薩德愛國者是全球最強防空網，可胡塞武裝簡易導彈、無人機都能突破防線，伊朗更是輕鬆摧毀多套核心雷達，讓美軍防空體系徹底癱瘓。美軍防空系統針對傳統彈道導彈設計，面對低空、低速、低成本的無人機突襲，完全束手無策，正應了孙子兵法：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敵而制胜。伊朗、胡塞以己之長攻敵之短，美軍的防空鐵壁實則不堪一擊。最後全球投送神話徹底破滅，鷹將叫囂同時打贏2場戰爭，如今雙線作戰直接崩盤。烏克蘭戰場750億美元軍援打了水漂，烏軍節節敗退，彈藥見底兒。中東戰場被伊朗、胡塞輪番壓制，航母潰逃，雷達被毀，兵力顧此失彼。漢書有言：兵久不息，民勞財潰。這鷹將窮兵黔武多年，四處開戰，耗空國力，早已無力支撐雙線博弈。所謂的全球霸權，不過是外強中乾的假象。再看當初鷹將為啥從烏克蘭火速抽身，看似突然，實則必然。伊朗的這波重拳出擊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根本原因是鷹將國力見底，再也玩不起霸權遊戲。梳理時間線一目了然。2026年2月，鷹將國會否決600億美元援烏法案，雙線作戰財力不支。3月初，伊朗打響打擊林肯號第一槍，美軍慌亂應對。3月5號，伊朗完成精準打擊，航母潰逃，鷹將隨即加速推動俄烏停火，徹底拋棄烏克蘭。這絕非巧合，而是鷹將認清現實，中東才是核心利益區，烏克蘭只是棋子。為了棋子耗光家底兒，這波更加坐實了，他連伊朗都搞不定，純屬得不償失。估計董王在國會又得開始噴燈子了。如果當初他不給烏克蘭那麼多援助，那些錢就能省下来跟伊朗對轰。你看，都是燈子的鍋，董王又贏了。試想，如果鷹將繼續死守烏克蘭，持續投入軍火、資金，中東兵力空虛，伊朗再祭出法塔赫導彈，美軍中東部署必將徹底崩盤。到時候不僅烏克蘭保不住，中東霸權也會徹底結束。胡塞武裝都能牽制美軍航母編隊，伊朗的軍事實力遠超胡塞，鷹將若不及時止損，只會滿盤皆輸。孫子兵法有言：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戰必殆。鷹將恰恰是低估了伊朗、胡塞的抵抗決心與軍事實力，又高估了自身的國力與軍事能力，雙線作戰貪多嚼不爛，最終只能棄車保帥，撤離烏克蘭，全力維穩中東。這不是戰略餿縮，是無奈的認輸，是霸權衰退的鐵證。兄弟們，今天咱們復盤伊朗打擊林肯號的戰局，對比胡塞武裝的戰績，拆解鷹將撤誤的真相，核心只有一個：鷹將軍事霸權的神話早已被中東反霸權勢力徹底擊碎。所謂的海陸空無敵，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謊言。
從活塞逼退美軍航母到伊朗輕取林肯號，鹰將的慌亂與衰退，全世界有目共睹。急撤烏克蘭不是戰略智慧，是加點耗盡的無奈；航母千里潰逃不是戰術調整，是無力應戰的屈辱。天下風雲幾度更，強權霸氣亦無痕。巨艦縱橫終有盡，長空一劍破長城。我是大壯，下期再見。